从2015年当时开始，美国就已经没有这种商用规模型的钨矿来做生产了。最严重的事情，雪上加霜的是，中国在去年的时候，它突然加强的对钨的出口管制哦，导致说现在美国除了说，你只能从国外拿一些钨回来之外，你也只能靠回收这些废钨来做这个武器上面的生产。美国人真的是已经是穷途末路了，他不知道怎么办，他需要武器，然后他又不肯跟中国大陆和解。那你是把自己陷入死亡这条路嘛？你要从废料里面来回收，你这个程序你要花多少时间？第二个，你的纯度到底能不能够到你所要的那个标准？好，接下来关心北京不开一枪就逼疯美军了，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现在掌握了全球近80%的钨在手中，所以呢，造成美军现在包括他缺少的穿甲弹、飞弹，还有战机的引擎全面告急。这时候川普怎么办呢？他极简废钨来救美国的军工。好，我们今天来一个深度的剖析。美军的弹药库现在危机已经从仓库里没有飞弹烧到了工厂里面没有原料，这个原料就是钨。今天会来做讨论，因为呢，我们看到美伊战争当中，美军已经把他的我们刚刚特别提到长城的精准飞弹、爱国者、萨德系统等等都快打完了，所以呢，川普现在说，我们军工产业要赶快加紧，来赶快生产武器吧。尤其现在缺乏了非常多的武器，川普这当中也特别提到了，包括了有这个飞弹、穿甲弹、战机的零件，还有最关键的钨，这些都是他们最需要的。那因此，川普现在就宣布了，包括说他要对钨的废料，还有含钨的这些电子的废弃物呢，赶快来进行出口管制，而且这个措施一实施就会是1年，都不可以做任何的出口，包括这些钨的废料。他甚至也说呢，如果未来去海外做加工，再运回美国的情况，这个是可以暂时获得豁免的，因为真的是实在太缺钨了。那为什么这个废料都不准出口？为什么美国这么缺钨呢？原因就是因为从2015年当时开始，美国就已经没有这种商用规模型的钨矿来做生产了。最严重的事情，雪上加霜的是，中国在去年的时候，它突然加强的对钨的出口管制哦，导致说现在美国除了说，你只能从国外拿一些钨回来之外，你也只能靠回收这些废钨来做这个武器上面的生产了。那么现在呢，美国接下来怎么办呢？美国钨回收的商就示警说，你以为你这样子真的可以救得了你这个缺乏的钨吗？他说你不可能把废料变成军工用品，这是需要花非常多的时间了，更不要说呢，你其实要做这个废钨转换成军工武器，你知道是经过非常多的层层的加工，还有精炼技术等等，才有可能达成的。那么这正是美国最缺少的，就是这些中游的加工链。请问赖老师怎么看？现在美国所缺的这些武器，我们刚刚讲的嘛，飞弹、穿甲弹、军工零件，真的有可能快速的自己补足吗？那限制钨的出口到底对美国的军工是好还是不好？赖老师怎么看？当然不好嘛，你有没有考虑过这个质量的问题啊？也就是说，这些武器弹药要用的这么重要的这些元素不管是稀土或者是稀有金属你要用这么重要的元素，它的纯度很重要啊。为什么中国大陆能够在全世界占有支配的地位？就是它的品质特别好，而且大家都知道，只有大陆能够提炼出他们在制造这么强硬的这么坚固的、这么耐热的的这些武器弹药，它所需要的元素，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嘛。但是问题就在于，你要从废料里面来回收，回收以后你要把它。你要用多少人工、多少力量，然后去把你所要的核心的废料把它取出来。取出来以后，你要再把它先拆解，拆解完以后再把它溶解，溶解完以后再把它稀释，稀释完以后再把它提炼。你这个程序你要花多少时间？你要花多少时间？你要花多少年？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你的纯度到底能不能够到你所要的那个标准？更重要的地方是在我们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提炼钨到最后还是要送到中国大陆来。那你今天你说把这些已经被污染或是被使用的，然后你再把它还原成为纯粹的钨粉，你有这个本事吗？这个是不是还要送到中国大陆来进行最后的加工？如果说不要，那你就是说
那我就把这个有瑕疵品或者说成分不足的这些钨，我把它拿来做弹药。那你这个时候你弹药会不会发生膛炸？会不会发生它的抗耐热不够？会不会发生它的硬度不够等等的？然后会不会造成最后的军队买到的用到的一批是有问题的这个弹药？这个弹药以后的保存，我按照我常规的方式来保存，会不会造成问题？温度一高或者一冷，会不会出现什么地方？会不会出现什么状况？例如说我在船舱或是在坦克舱里面，温度一升高以后，它会不会造成溶解？会不会造成爆炸？会不会造成我自己本身坦克的问题？这些都是未知数。为什么？因为你的原料都变了嘛，你的原料已经不再像过去我说，我这个纯度这么高，我当初用这么高的纯度的钨，我掺多少进来，然后我再加上多少元素进来了以后，我做成为这个武器。我现在用的都是有瑕疵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美国人真的是已经是穷途末路了，他不知道怎么办了，但他还是需要武器。他不知道怎么办，他需要武器，然后他又不肯跟中国大陆和解。那你是把自己陷入死亡这条路嘛？你根本没有别的路走了。好，那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到底怎么办呢？等一下也请厉将军来看，难道就等于说直接让中国大陆去卡住美国获得军武的或者是生产军武的一个能力了吗？我们现在来看到，其实我们开始做这个钨为什么那么缺少？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嘛，是从去年开始的，中国大陆限制不管是钨还有其他的元素，包括了还有地、还有铋跟钼等等这些关键的物资都不可以出口。那对于军工产业来说，就造成说，包括我们的飞弹啊交付会导致延期，甚至弹药的产线也会停摆，甚至前线的部队都没有足够的一个库存了。再来就是说，很关键的事情是，大陆掌握了现在最多高达85%的钨的矿产量，远远超过第2名的越南跟其他国家。所以，美国如果不跟中国大陆和解，接下来怎么办呢？哪一些武器可能会严重的缺乏？那厉将军又怎么看？其实，在上个礼拜，我们台湾发生一件命案在屏东，一个姓黄的老板被在家里面被人家这个杀害了。那杀害之后，但是呢，这震惊台湾的国安高层。为什么会震惊国安高层？因为他是台湾唯一一家能够做所谓的钨的中钨酸铵的公司中钨酸铵是什么？是就是因为你所有钨矿要经过中钨酸铵之后，然后生产改成中钨酸铵之后，你才可以提炼成为钨粉所以这中间这个过程，那台湾只有这么一家他会做。那这个人发生命案以后，那国安高层就马上联想到，是不是你这个牵涉到国安的问题？那后来当然事实证明不是了。目前水落石出，这个命案纯粹是他个人的这种，不管是感情或者是其他财务的问题。可是我们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知道这个一个中钨酸铵生产这家公司的老板。发生命案会引起国安高层的重视，就表示钨这种矿物来讲的话，它的重要性有多高？它就是国安高层很重要的。第一个为什么钨这个很重要？第一个它的熔点它熔点可以到3422度 C 这么高，也就是说你所有战机这个飞机的引擎这个我们都知道，或者是火箭来讲的话，你这个发动机的引擎那温度都很高的嘛。在这么高的温度下，大概只有你必须要用钨才能够承受得住这种高温。第二个，它的硬度很硬，它的硬度是什么呢？在自然界里面是仅次于钻石的。所以说在军事上面很多武器要用到这种东西，譬如说是我们讲防御型的，像你战车像我们台湾要生产，不管是这个云豹战车这种防护力来讲，你那个钢板要够硬，才能够抵挡住人家的攻击，所以一定要有钨这种东西你的钢板才够硬。那攻击的武器，我知道大家都应该听过一种武器这个战车现在发射的炮弹它不像说以前的穿甲弹以前穿甲弹它是利用火药的力量锥形装药，它把火药集中在一个点，烧透你的钢板以后，然后喷进去。那现在光这个力量，火药爆炸，这种锥形装药已经不够。它还用的炮弹叫做这个脱口尾翼穿甲弹它射出以后，那壳会翻开，跟一支弓箭一样，就中间那支弓箭一样射。那这支像弓箭一样的弹头它没有爆炸，没有火药，它就是跟一支弓箭一样射穿你的
射穿你的钢板，可以射穿钢板到这个50-60公分以上。那靠的是什么？就是因为靠的就是它有这个硬度，所以你才可以有这种弹药。那这个是打战车用的这个脱壳51装甲弹穿甲弹。另外我们来讲，一般这个如果说我们对于轻装甲，像我们50机枪射击的这个穿甲弹，用的这个也都是必须要用钨来制作。但是现在由于这个钨中国占了全球80%到85%的这种矿产那么多等于掌握到全球的这个命脉。那美国来讲，非常的着急所以美国现在来讲，它只能做什么？就跟它的稀有金属一样嘛，它开始去拆这个废弃的冷气机啊，想办法从里面去提炼出来稀土原料。那钨也是这样，现在美国自己没办法提炼出来钨它只有用废弃的这些东西，这个包括锂电池啦，光键的矿产物、废弃物来这样提炼出来。但是提炼出来，我跟你讲，它很宝贝它不是提炼出来以后，它还限制你出口，因为中国来讲我能够跟国外买就跟国外买啊，这个它也要跑去跟美国买，它除了自己国内生产，它还跟国外买。但是跟美国买，你知道中国商人出手有多大方吗？他出5倍的价格来给你买，就美国人自己抢不过中国人，你知道吗？就美国的厂商抢不过中国的厂商买这些钨粉，所以川普现在不得已只能祭出最后的法宝，就是限制它出口。你再多钱我都不卖你，我们自己国内必须要用。所以从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知道美国对于这个钨的这种矿产的需求有多急迫。好，所以现在美国缺钨的话，第一个是限制出口嘛，第二个还有回收这些废弃物，那第三个，然后再做这个精炼。第三个还有他们想到的办法，就是说，他们发现了在美国的内华达州，好像这边有一个大型的钨资源，那预估它的规模可以达到生产178万吨。但是他们现在说，如果要去开采，要5年以上的时间呢，而且这个之后的加工环节又怎么办呢？第四个方法就是找上了其他的外国盟友，包括了现在找上的包括了有哈萨克跟南韩等等，但是去中化真的做得到吗？杨老师怎么看？基本上要完全去中化是100%做不到。那你要部分去中化也会花大成本，而且长时间。那这个讲长时间，可能至少是以10年、20年来去估算，而且是部分。什么部分呢？现在美国、韩国、日本在做的，就是希望军工产业这一块。刚才立章君所讲的军工产业的这些层面需要用到钨的，但是钨的现在应用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半导体啊，或者是精密工业的切割的这些工具，通通都要用到钨。是。那中国大陆刚才一直不断的告诉大家2点，第一个，80%的矿产在中国，那这个跟稀土就不一样了。你再去哪里挖，哈萨克或者是韩国，或者是这个刚才讲到的犹他州，那其实都不够。那我们就以韩国现在正在持续开发的叫做上东钨矿，上下的上，东西的东，年产量是2300吨，中国大陆几万吨对不起，每个月的产量2300吨，中国大陆是数万吨。那2300吨，它可以大概满载的话来到1倍，4600吨，而这里面呢很清楚，90%的矿被美国的军工产业给订走。在美韩的军事同盟关系的情况之下，其实这个钨矿是美国的军方是指定的，而且它的炼制的技术其实都还没有成熟到，就是在半导体或其他的这些工业的应用。那基本的军工产业的这个使用，美国这方面、韩国这方面这个技术还可以，可是你要再提升，那你要进入到中国又掌控的，就是相关的这些技术、生态系以及当然成本的考虑。所以你现在是说，美国我看他现在到哈萨克、到美国的本土自己去找这个钨矿那大概就基本上是要把美国的军工业给确保在这一块能够有持续稳定的钨矿的供应。那但是呢，供应的层面可能也都是现状的这些武器的使用。如果你未来精密武器的发展需要更精密的钨矿的运用的话，那其实这个技术又回到中国大陆去。所以简单的说，你要完全的跟中国大陆去中化这个钨供应链呢，其实做不到。
那部分军工产业他们其实是有在做，而且持续在做，可是呢，这个产量少，而且必须要以美国为主。那这是在整个美国掌控，就是这个工业的供应链以及军工产业，还有跟这些国家的军事同盟关系之下。那因此回到后来，你韩国、日本自己本身的，你就必须要去跟美国共享。接下来特别关心北京对于日本的报复正式的全面引爆了。那这一次呢，包括了三菱材料慌了、住友等等，还有一些关系的经济团体哦，都急奔北京来求助。观众朋友欢迎在留言区来跟我们做留言。如果您认为大陆这一波针对于日本的重稀土的这个限制哦，跟报复跟制裁能够重伤日本的这个不管是制造业、军工或者是科技业，留言写1。如果您认为这个伤害还不算太大，可以留言写2，跟我们一起做互动。那另外，其实现在 G7 也一同开会说要一起降低对于大陆稀土的这个依赖度，要降到50%以下。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我们现在来看到的是最新消息，中国对日本的稀土管制现在开始正式的全面发酵，冲击我们可以说是一波比一波更猛烈。最新消息是，确实日本政府的态度非常的强硬，但是日本企业首先已经撑不住了，所以呢，日本的企业决定说自己靠自己。自己起身去拜访中国大陆，正式的向中国低头，是希望说中国是不是能做一些的让步？我们来看到最新数据是，日本5月从中国大陆进口的稀土磁铁创了1年新低。刚刚说了，日本企业自己想办法，所以我们就看到了最新消息是，住友电器，还有呢，包括了日本关系等等的经济团体代表，已经说他们要亲自前往中国大陆的北京。来跟当地建立一个沟通的管道，这是第一个。第二条路是来自于共同社的报道，刚刚看到的是这一种比较大型的这些经济的一些团体领袖前往北京，再来就是日本的中小企业也自己组成了这个叫做商工会议所，时隔8年，他们确定将会在21号到24日期间派团到北京去做考察，所以现在有2大团体都决定去北京，希望能够跟中国大陆谈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谈判条件。那确实之所以这么紧张，就是因为现在在日本的供应链已经拉起警报了。我们稍微做了一下盘点，这一波中国大陆对于日本的这个限制跟制裁，包括了从钨、镝到铬等等的重稀土，重挫日本的高科技产业。先来特别看到点名几家科技产业。首先我们看到从7月1号开始永久停产生产6氟化钨的，包括了这个关东化电，还有呢中央硝子等等这2家企业。再来，我们看到另外2家企业，它则是涨了它的成本。首先是三菱材料，6月起它的钨零组件涨幅达到3倍以上，住友电工产品价格最高涨幅也高达了60%。再来看到库存只剩下1个月的水位的是这3家企业哦，村田等等这3家企业说库存也非常的少了。再来，我们看到日本到底有多依赖中国大陆的稀土呢？它有70%是依赖中国的，其中重稀土的依赖度更是将近达到了100%，而镝和铬的进口是从1月开始直接归于0啊。日本现在只好呢，不管是求北京帮忙，或者是从其他的国家希望能够来降低这个对于中国的依赖，但现在卡关的不只是矿而已，不只是稀土而已，还有整个冶炼的技术等等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了。住友电器，还有包括日本关系2大经济团体，还有我刚刚提到的中小企业组成的商工会议所，都前往北京，希望大陆能够松绑。大陆会回应一个比较良善的回应吗？还是会继续的做卡关？那这对于日本的重工业会有多大的一个冲击？委员怎么看？北京当然不可能因为这些工商团体到北京去这个拜会，然后就进行松绑了。松绑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日本政府要收回他过去错误的言论，改正他错误的行为哦。不过现在显然看起来，日本准备一条道走到黑了哦，所以日本也没有任何要做改变的打算哦。因此，这样的一个变相的封锁恐怕会持续下去哦。坦白讲，北京政府这一次是很巧妙的。这个在不违反国际贸易准则的情况之下，
对日本针对这些稀有矿物开始进行断供的动作。当然，他第一个理由就是利用这个军民两用啦，这个理由是美国最常用的。美国动不动去限制中国大陆的企业，就说它是军民两用所以呢，这个北京政府也是嘛，既然美国当初一，他就当15了，所以他用同样的理由，因为日本军国主义抬头，所以对于可能军民两用的企业的这些相关的稀有矿产的供给，它都暂时停止下来。第二个呢，他就在做所谓的依规审查了。各位知道，所谓的依规审查就可以审很久啊，审得天长地久，都审不出个结果。所以呢，在这个国际贸易准则里头，他也没有做任何的这个违法的行为，他只是按照他国内法来进行这个严格的审查而已所以因此在这个情况之下，日本就是有苦难言了。因为我们现在讲到的特、讲到的敌、想到的乌其实严重的影响到了日本几个重要的产业。第一个产业就是半导体产业。各位知道，全球的这个晶圆制造的过程当中，事实上在晶圆制造的这个过程里，它需要一个叫做前驱体的气体，这就是刚才这个我们所提到的叫做六氟化钨嘛。思敏提到的六氟化钨，它就是所谓的前驱体的气体。这个前驱体的气体，日本现在停产的这2家公司占了全球产量的25%，所以就代表全球的晶圆制造过程当中的前驱体的气体有25%都断供了那当然就会冲击到全世界所有的这个半导体产业不是只有日本台积电也好啦，这个海力士也好啦，这个神送都是一样的，马上都会受到冲击了那么更重要的一点是日本现在对外讲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需要的是高纯度的钨才能够有六氟化钨。这个高纯度的钨，90%的产量都是来自于中国。而日本现在的状况是，中国大陆在2月到4月这个出口给日本的这个数量完全归零所以日本现在评估在5、6月就6月底马上日本全国的库存都要耗尽了。所以你没有高纯度的钨，你就不要去想要去生产什么这个六氟化钨了那但是第二个产业它冲击到了什么？它冲击到了日本自己的汽车产业。各位知道，因为钨的特性它除了高导电之外，它还有高强度那么所以呢，它高导电、高导热、高强度，所以钨在这个日本的这个电动这个车，特别是所谓的日本现在最喜欢做的油电混合车里头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因为所谓的油电混合车，就是在低速的时候你用电瓶，然后呢，在中速的时候你油电互相混合使用，然后在高速的时候你用引擎来使用嘛。所以呢，它是有3段式的。因此，油电混合车最重要的技术是什么？就是号称叫做行星齿轮组，就是这个行星齿轮组在1分钟之内要进行几百次的交换因为你要驱动的这个驱动的能源的来源不同所以这个行星齿轮组1分钟要几百次的这个交换运作，大家就知道说，你这个齿轮组如果不够硬你的强度不够高，你马上就磨损掉了。所以这个所谓的行星齿轮组，它需要什么？它也需要高纯度的钨那这个钨90%都是来自于中国大陆那我们刚才讲到的像特跟低，马上就冲击到了日本的新能源了。各位知道，所谓的这个氧化低跟氧化特，最主要的它就是永久磁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原料之一那大家说永久磁铁，磁铁就是永久的不是磁铁不会永久。各位知道，磁铁如果在高温的时候，它会消磁。所以你要如何让磁铁在高温的时候不消磁？那你需要氧化锑跟氧化特了。那什么东西的磁铁会高温呢？电动车的马达会高温电动车马达的磁铁会高温，因为它在高速运转的时候，它会产生很大的热量。可是如果你没有氧化特跟氧化锑，你马上就消磁了，你电动车的马达在高温马上就不用跑了。那你更不要讲像风力发电机。它也是一样，在高温的时候，它需要有永久磁铁，否则一消磁之后，所谓的风力发电机也不要运作了。那你还有呢，电动车的这个电池我们要做的就是快充。我刚才讲过，像这个纯化钨它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它是高导电性所以呢，通常这个电动车的快充电池就需要钨来作为这个导电的材料。如果这些东西都没有了，我们刚才讲到了特没有了，低没有了，钨没有了那么你接下来对日本来说，半导体的产业也好啦，新能源的产业也好，电动车的产业也好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的。好，这个是中国大陆这一次对于日本的这种稀土的限制影响的范围非常的大从半导体一直到电动车，一直到这个甚至是其他的能源产业，像是风力发电，都会受到严重的打击。那接下来日本怎么做呢？去北京寻求一些化解这个管道，真的有效吗？那吕舰长又怎么看？
其实这些都是徒劳无功的。真正有效的方法就是高市早苗，收回所谓的台湾有事论，就这么简单而已。而且中国大陆也始终没有提高任何的条件，要求的就只有这么一项，其他的你们谁去都一样，不用再浪费时间、浪费钱了。那刚刚呢，那个大千委员跟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6氟化钨的部分哦。那钨的部分已经很清楚了。那钨的部分呢，其实最大的产地在哪里？就是中国啊。那中国的产量可以达到67000吨。那我们看到第2名是哪里？第2名是越南。越南是多少？3500吨，那是零头啊。那第3名呢是俄罗斯，俄罗斯又是2000吨，通通都是零头啊。而且这个里面其他的国家加起来都没有中国大陆的单一产量多，所以其实没有用。第2个问题出现了。6氟化钨的氟气，这个到底是哪一个国家产最多？全世界的产量是950万吨，中国大陆的产量590万吨，也就是我又超过一半的产量在中国大陆。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到关东电话跟中央消子，他们说永久停工，原因就在这里，也就是他们2个最重要的一个氟气，另外一个钨，全部都掌握在中国大陆手上。那他们还能做什么呢？那另外有关于日本到处寻找，之前不是大家都称之好棒棒啊！地球号它的这一个到了日本最东侧的南鸟岛的6000公尺的海深下去挖稀土啊，结果是什么呢？结果我们就看到了，日本还在继续找稀土，就代表这个很贵啊！你根本你要挖6000公尺的这个稀土上来，你还要风干，你还要做炼解。对不起，你日本还真的不会。那至于说我们刚刚还提到，他要到这个格陵兰去开矿啊，那你真的是要触怒川普吗？那个格陵兰是川普口中的第51州，川普要的只是一个冰山的一个岛屿吗？不，难道那个格陵兰上面有稀土，川普不知道吗？还等你来挖，对不对？所以轮不到你。那这已经是我们讲第2地点，第3个地点他又找到了蒙古。那他找蒙古，他觉得终于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偏偏不是如此。因为蒙古一直都在走第3邻国的这一个政策，那它的第1邻国、第2邻国分别是中国大陆跟俄罗斯啊，这2个国基本上陆运就封死了，又不临海，所以我们这样讲，那他们都认为可以空运啊，那真是更棒啊！空运的水准是1吨大概是2000美元左右啊，那稀土有这么贵吗？而且那是土而已啊，那只是原料而已，还没有炼解出来啊，所以也不可能空运啊，更不要说6月15号那个中国大陆以及蒙古他的外交部长会谈发布了一个联合新闻公报，一开头就讲到了什么中蒙友好合作关系条约的第4条，也就是不去参与那个针对敌方的军事同盟。那军事政治同盟不与第3方签损害另外一方的安全条约，意思是什么？意思就是日本你黄了嘛，稀土也不可能卖给你啊，因为中国大陆直指稀土根本就是那个日本它的一个军工最重要的一个那个来源，那个最重要的原料。所以我们这样讲啊，这个日本耗尽所有的心力到处去找，不如回头向中国认错。好，这个我们看到中国大陆针对于日本做了科技上面的制裁哦，包括在迪乌特上面做了限制。但其实呢，有关于这一场稀土战，它不只是针对日本而已，现在其实也继续中国大陆升级，还对美国。另外一个要来看到的就是它打的是铟哦这个元素，我们特别来看到的是因为呢全球70%的铟哦都握在中国大陆的手里，打的就是呢这个 AI 资料中心、光通讯的晶片材料都需要用到铟。
所以现在美国的光子晶片企业已经向政府求情，说可不可以去帮忙请求中国获得出口许可。那磷化铟的晶片价格已经暴涨了250%了。中国大陆现在同步来收紧对于美国的各种限制，已经可以看到很明显的成型了。46家美企产品也限制政府上面做采购。好，再来，所以呢，现在 G7 国家也说了，要一起来去中国化，目标降到60%以下。其实这内部也有非常多的分歧。韩国因为呢不想要打坏跟中国的关系，没有加入。那意大利最近跟这个我们知道跟美国的关系也很差，所以也没有加入在当中。G7 有可能真的把他们这个稀土的依赖降到所谓60%或者是50%以下吗？中国大陆打的这个战争，能够逼得这个美国对他做一个 AI 的精准打击吗？杨老师又怎么看？其实现在我们都了解哈，从稀土这个问题开始，大家才发现到，过去30年吧，整个西方就是把这些不环保，然后呢这个效能低，然后高成本的这些原料的这个部分以及基本的代工它都往海外移。往海外移，他觉得就是便宜的人力，然后呢土地，然后呢这个环保的一些规定。所以这其实是一种在一个就是我们叫做世界体系当中它是扮演核心，然后它对这些边陲或半边陲的国家去输出一些它不要的夕阳工业的技术或者是基本原料的产生。结果呢，中国的这个整个制造业的崛起，它是全供应链的发展因为他知道处于这种地缘竞争，特别跟美国的这个竞争，跟西方的竞争，它的体量规模这么大，迟早有一天，很快就整个绝对数字而言，他们会感觉到威胁感这个30年前，我觉得他们其实很清楚，中国大陆就很清楚，所以它需要一个全供应链的这种掌控。那当然也因此可以降低成本。所以你就看到为什么从稀土、稀有金属到有一些，甚至你看最近看到的金刚石、人工钻石的这些发展，然后呢，因为随着整个科技技术的这个提升，它更多的应用面出来了。原先只想到它可能是一个简单的原料，到后来发现到它是现在这个科技工业在半导体在各个方面最核心所需要使用，比如说用这个永久磁铁，或者是钨，或者是铟等等之类的。所以这个时候，美国跟这西方国家才回过头来说，想要建构自己的供应链，完全来不及。缓不济急，同时成本过高，没有技术，没有制程，就面临到稀土的台积电。中国的稀土公司就是如此。还有另外一个，你这种所谓去风险化的风险，这个永远是你自己面临到的问题。而且中国没有对全世界禁止它其实还是希望维持一个国际合作。所以只要你愿意跟中国做国际合作，你这些原料都没有问题。只要你不去这个，就是说去发展再军事化，或者是这种新型军国主义要去搞抗中保日，那当然他对你的军工业发展，那你只不过投入更多的钱做一件你自己本身其实不会有任何成效的事情。中国也没什么意见。所以我是觉得这个各国的政策我们看到韩国，看到有一些像是德国甚至西班牙，这个政策这脑袋就很清楚，就不会说想要去跟中国搞对抗。那但是呢，我们看到日本甚至像是这个法国，冯德莱恩，那我就不知道美国是不是真的搞懂，就看9月份川习会到底川普有没有真的搞懂。现在是中国跟日本在稀土上面的神鬼交锋日本这次是真的急了吗？一边高喊说要摆脱中国的稀土，但是一边私底下在搞一些小动作。什么事？竟然有人想偷偷把这个稀土的管制品给带出去。事情发生在5月的时候，在这个辽宁的大连有关部门呢就拘捕了这个2位日本人，他们涉嫌呢违反走私国家禁止出口的货物跟这个物品罪。他们怎么做的呢？把这2个人呢，就是用稀铁、瓷土把它嵌入到其他的产品，然后假装这样带出去，然后抵达日本后再把它拿出来，也是蛮劳师动众的做了一些小心思，想规避，但是最后没有用，还是被抓了个正着。那这件事情呢，这个也是直接闹出了一个笑话嘛，所以日本的外交部呢就借机来调侃
抱歉，是中国的外交部就借机来调侃日本，说应该要教育这个日方教育在华的日本公民啊，要跟企业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那日本当然这次理亏嘛，所以也没有办法做太多的反击了。好，我们看到日本的企业员工也好，还是做一些商业间谍的这些动作也好，近年啊其实是时有耳闻的。之前台积电跟这个东京微科的事情，到现在大家都还记得这件事情。然后现在又想要从中国这边去拿一些不该被输出到国外的东西，怎么会这样呢？是实际上明面要不到，我现在私底下来做这些歪脑筋小动作了吗？这虽然是一个小事件，但它背后反映的大格局，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中日双方在稀土这个层级上面在做的一些较量。怎么看这场神鬼交锋？杨老师，静巧，这个事件开始啊，是今年的1月6号，1月6号就开始了。中国大陆的商务部就宣布对日本的就是军工产品，采取两用物项的出口管制。那这个军工产品当然指的就是去年11月开始，高市长提到了台湾有事，以及日本整个要开始走向再军事化，后来呢出口杀伤性的武器，要去修改非核3原则，现在还要修宪。天哪，我已经数不完了。军国主义扶贫，对，就是中国大陆认为你是在走向新型的军国主义。那而且在政治跟外交上，其实采取的是一个跟中国敌对的，也就换句话说，我们台湾人就很懂啦，是抗中保日，的这样一个态度。所以呢，他对于你要去发展军工产业，不是民用商业的哦，民用商业的他没有管制，但是军工产业的两用物项，那两用物项通常就涵盖了可能有稀土，然后呢稀有这个矿产以及一些其他的铝粉这些都可能是两用物项。两用物项的这个范围其实蛮广的，我们叫做这个 dual use civil mill 的 dual use 这种两用物项。那当然最核心的就是稀土，还有一些稀有的这个金属。那因此，他就从1月6号开始采取管制。那这个日本现在碰到个问题了，因为日本有很多的企业事实上他左手做军工产业，他右手做民间商业，比如说三菱重工，对，比如说川崎重工，比如说 IHI，到了2月份，中国大陆就把这20家就列为是日本军工企业，就这些企业通通有被管制，而且还不准第三企业或第三国的这个任何的机构去转售由中国取得的这些，然后呢转卖给日本的这些被管制的企业，这某种程度也叫一种叫做域外管辖权。对，但是别的企业当然不敢违反，对，否则的话你就拿不到了，对不对？那当然这个造成怎么样的影响冲击？现在你看到大概稀土已经大量的下降，到5月份的时候，钨基本上已经完全没有了，然后呢氧化钨也大量的减少，在这几个月以来，从1月、2月到5月，然后到6月，那野村综合研究所它有一个评估，这评估已经这个出来一阵子。他说，如果这个持续3个月就会对日本的企业造成的6600亿日元的影响，大概42亿美元。然后如果持续1整年就会造成2.6兆日元的影响，而整个日本的 GDP 会下降0.43%，这蛮严重的事情啊。因为日本它自己本身很多的企业其实不是分得那么清楚。同时，这个时候呢，在上个月，日本在中国的就是中国日本商会8000多家日本的这个企业就联合起来向中国政府这个请愿，就希望说，第一个这个整个过程能够比较透明化，这个过程能够更清楚，然后能够加速然后因为他们就搞不清楚到底是在申请稀土或者稀有这个矿产出口的时候呢，怎么样做才能够确保说，这个不会被拖延或者是被拒绝因为被出口管制。但是中国要倒过来跟这些厂商讲，你自己把资料准备清楚啊，你这个东西到最后会不会用在军工的产业？但这个东西其实本质上很难去划分的。对，所以我们现在看这2位就是夹带这也是蛮聪明的。我原先第一时间看到日本的这个共同社的报道的时候，我在想，如果真的是稀土的你不可能带土吧，对不对？那稀土的成品怎么能过得安检呢？我在想，不可能会是稀土制造的技术的文件之类的，或者是
这些设备跟器材。因为我们来了解稀土啊，不是只有那个土，日本现在想要去开矿，也不是只有那个成品，哦，那个成品占重稀土，中国大陆占90%的出口的量，而是最重要的是你把它做到那个阶段，可以用在战斗机，可以用在半导体，那个过程的 IP 技术跟就是制程，这些中国大陆有3大稀土公司啊，它就在稀土界里面就是稀土的台积电。是，所以呢，这些相关的技术啊、器材或设备，会不会也是日本政府日本企业了？日本企业，日本企业，日本政府对，有可能以后不知道会不会这么想。日本企业啦，因为日本政府要成立国家情报局嘛，所以就是说，他们这些作为，当然现在看被逮个正着，真的，那当然就很清楚，就他们现在整个是急得跳脚啊。好，这个日本企业出一些小招，但是被抓个正着，但令他们头皮发麻的事情可能还在后面呢。因为现在中国对高纯度的铋还有这个碲化铋有点饶舌，反正就是一些这种稀有的稀土出口管制已经确实冲击到日本的厂商，有谁？包括了 Microtech 供应链、Ferrotech、KLK 等等你可能都没有听过他们的名字，但他们都是在整个稀土供应链里面很重要的厂商。日本也知道麻烦大啦，喊出了2条路。第一条，我们车厂要减少使用稀土，都知道嘛，日本车厂是非常大的，丰田全球第一好，这个日本的零部件 Astemo 号称呢，用铁要取代这个稀土铝我是不知道用铁要怎么取代但这项这个技术可能要2030年才可以投入使用。第2条就是靠回收了，我们都知道日本的资收做得非常好这个去玩这个分类回收很清楚，但是现在稀土也要做这个资收了，要把这个里面的东西都抠出来，跟法国合作，准备在明年2027年初就有望来重启这个回收的项目。但是这些东西现在说是这样子，能不能实际上路，我们还要持续观察。更不要说你要从这些废弃的马达回收这些时间成本、纯度、环保议题这都是旷日费时的东西，绝对是比不到中国直接断供你来得快的。所以日本寻找替代方案，力辟蹊径，这绝对是一个长远的避险选择，这没有问题。但是时间不等人这件事情稀土不是像哆啦 A 梦从口袋拿出来就有你怎么改变，你都要一些时间的沉淀。跟得上中国这一波断料危机，直接断你的炊吗？尚志哥，好，我想其实一切都要回到我们在讲说，中国大陆在2006年今年的元月的时候，正式宣布了对于所谓的日本是一个精准跟长期的稀土管控计划，这里头1005个专项。其实一开始大家就觉得大概1500都是在稀噜噜，可是呢，真的到现在历经了几个月的库存消耗之后，逐一大家开始这个专项真是看起来真是大学问。我想从前面我们都知道，刚刚讲钨的影响，就还是在于他们一旦发现说整个半导体当中要用的这个钨没了，而且人家永久不生产了，也就是说要等到日本的企业说了它的严重性，大家才知道多严重。好，之后这几天前阵子突然出现工业钻石这个部分，对日本的包括前盾、大道前盾，包括一些切割，包括半导体的折射，都受到影响。那这个是什么呢？这是在1005的专项，因为先前没有叫钻石，叫做硬性材料。也就是说，这1005项扩展有多大？这几天出现的东西，就是刚刚讲的铋这件事情是什么呢？好，我们简单讲，它就是在最高阶辉达的最重要的最高阶的晶片当中的能耗跟发热最高的可能2个很微细的晶片端中间要用铋来阻隔，因为你不阻隔，它们可能就瞬间就烧掉了。所以这个铋的应该说它不是对所有的晶片，但是对最高阶的晶片，所以最近才发现糟糕，这个铋就是最近才发现的没货了。好，但是大家工业的部分是没有错，半导体晶片这是重稀土。目前为止，中国对日本的轻稀土的管制看起来其实没有太严重，主要就是我们刚刚提到这些重稀土。好，现在是什么呢？是日本的制造业，他们现在日本的汽车特别在电动汽车用到了，就是我们提到的有3个重要的东西，就金字部的，一个是乙，一个是者，一个部分是特。
这3个都主要都是做跟磁铁、跟区控元件有关的。我来讲一个数字，这个乙哦，我认为就接下来为什么现在是日本的汽车业要跑去中国了？因为乙跟去年相比，你知道今年为止它的整个进口，日本进口是去年的1.13%，已经你知道多少对不对？好，我们看者跟特呢是0，直接完全今年是没有任何再进口的。所以对于现在掀起了日本的这个汽车制造业有库存一直用，可是现在不是快没有了，可是都可以完全算得出多久之后就没了。而一旦没有的部分，是整个跟日本的电动车跟车相关的关键零组件是全部都要停工的哈。所以为什么现在日本这些民间拼了命的要绕过或不理现在日本官方，要自己寻求中日的民间友好的渠道，要好好的去沟通。所以我们想对于稀土本身，日本当然现在讲了一大堆，包括他们深海来开采啊，跟包括澳洲啦，包括跟印尼、加拿大的合作啦，跟美国、欧洲一起来建，然后刚刚讲无稀土，包括回收的等等的。然而这些最大的关键不是合作的对象，这些都是一个政府想象中的愿景当中要有技术，要有人才，资金也许有，但是现在看到所有现在日本曾经说过的最快能够建好的都是2030年之后。可是眼前这几年当中的实质的欠缺，现在就是日本所有民间产业当中不断的喊天喊地，无论如何要自己突破的关键了。了解，刚才双志哥帮我们分析了很多，真的是中国对日本限制的这个精准的组合拳啊，真的是套路是非常深的，一环接一环哦。原本乍看没怎么样，你实际上等库存消耗完，你才知道痛了。所以现在让这个驻友电器工会的会长松本正义他都说，哇，我们真的做不下去。如果中国持续把我们拒于门外呢，那日本的制造业必将陷入困境哦。这个工业的大佬都已经直接这样讲。但是尴尬的是，民间这个哭天喊地、求爹娘没有用啊，因为这个首相不认啊。我们看到彭博社报道说，首相高市早苗他持续在不满跟北京杠上的梁子嘛，所以传出呢，他不愿意在 IPEC 期间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哦，这就跟日本企业赶快很急啊，希望赶快复合，跟中国这个官方供货赶快复合，形成一个强烈的反差。我们看到领导人在民间急得要死的时候，他还摆出了一套非常高冷的一个姿态哦。我传出我就是在 IPEC， 我不要见习近平，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想法？你是看你自己的企业全部倒光吗？只为了保持你自己这个高傲的水准，说出去的话你要坚持到底吗？这样做是不是一个明确的选择？将军帮我们分析一下高市早苗的内心戏是什么？高市早苗哈，居然说中国北京哈对他做人身攻击，所以他在 APEC 会议上面他不见习近平。我觉得这是很明显的，台语叫做更小灯熊气了。这个反而这个先发制人，我先表示说我生气，是我不见你，你确定是习近平不见你，还是你不见习近平？我觉得习近平根本就不想见你这个高市早苗，因为你从这个你上任之后发表的所谓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一番言论之后，我们看到中日两国不断的交恶哈。然后刚开始中国是可以说是温水煮青蛙的方式，但刚开始是包括到水产方面的制裁，还有旅游方面的抵制等等哈。那时候日本可能还不觉得痛，但这次才发现说他们在稀有金属方面确实是被打到七寸上面。现在所有产业已经是到火烧屁股了，就像刚才我们讲的六氟化钨，其实钨还不是重金属，它是提炼的这个金属而已啊，只是中国有这个技术，将这个钨提炼到6个 N。什么叫6个 N 呢？就是纯度是99.9999%哈，这么纯的钨，中国钨可以提炼出来。那六氟化钨又是做半导体很重要一个气体。那现在日本的这2家生产六氟化钨的这种企业来讲，已经停产了。另外第二个哈，有关制造 MLCC， 最近这2天所有产业界讨论的很热烈的这种电子元件它需要氧化镝这种元素。那镝就是一个重金属就是重金属稀土元素。那这个日本有3家产业，包括春田、TDK 等，这个可能在月底就已经这个就没有货了，就生产不出来。那我们现在讲的，包括到高纯度的锑、还有碲化醚这几样东西，可能月底也即将见底。所以日本现在可以说是这个企业界非常急了哈。
可是你要知道，日本的这种军工，他讲中国对他是军民两用，可是日本没有标准的军工的企业，你知道，像美国还有洛克希德马丁，就纯粹生产军事的，你或许还有，那日本都是军民两用的企业，比如川崎重工啦，这个或者是三菱重工等等，都是军民两用。那我只要对你这个企业一制裁，不只是制裁你的军工产业，根本连民生产业都会被联络到。那日本由于他要这个高市上来以后，积极除了说是台湾有事的这番言论激怒了中国大陆，另外他也积极在发展所谓军国主义，他要造飞机啊、飞弹啊、大炮啊等等这些东西。那对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必须要元素就是这个重稀土嘛。那这方面中国对你实施管制的话，我觉得日本来讲的话，这是很难。那可能他高市早苗只剩下一条路，学立陶宛的总理自己辞职，然后换一个新的总理上来，整个改变政策，才有可能挽救日本的企业。了解。